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整个台湾机车圈心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曾经是台湾最闪亮的新创独角兽，曾经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曾经让你骑在路上觉得自己就是整条街最潮的仔，他叫 Gogoro。 可是如果你现在去问那些曾经为他疯狂的车主们，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电池骑到一半断电，差点被大货车追撞，月租费不齐照收，像缴保护费，维修要预约等1个月，高层跑光光，创办人欠债 1.5 亿，人间蒸发，股价从17美元跌到不足1美元，面临下市。这不是什么灾难电影的剧本，这是 Gogoro 真实上演的连续剧。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家被总统亲自站台称赞的企业，一个让国际媒体惊呼是机车界 iPhone 的品牌，怎么会在短短几年之间从天堂直坠地狱？今天我们就来一层一层的扒开这个机车神话崩塌的内幕。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家公司的兴衰，更是一面照出台湾新创产业深层病灶的镜子。故事很长，但我保证每一段都会让你瞠目结舌。我们先把时间倒回2011年，那一年，一个在香港出生，13岁移居美国华盛顿州，连中文都说不太好的设计鬼才，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叫陆学森，英文名 Horace Luke。 在那之前，他的履历堪称梦幻。大学念的是家具设计，毕业后第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是在 Nike 负责门市的品牌塑造，然后他去了微软，参与打造了一个叫 GoPC 的先驱计划，其实就是今天智慧型手机的雏形。他一路做到使用者经验部门总监，还参与了第一代 Xbox 的开发。在微软期间，他认识了技术怪才泰勒，两个人个性专长互补，成了10多年的最佳拍档。2006年 HTC 执行长周永明把陆学森挖到台湾，出任创意长。陆学森和泰勒一起过来带领设计团队。2008年，他们参与设计的 HTC Touch Diamond 钻石机一炮而红，迅速打开全球知名度。那个年代的 HTC 有多猛？2011年市值一度超越 Nokia 和 BlackBerry， 是智慧型手机界的绝对顶流。陆学森和周永明以及行销长王景宏被称为宏达电的创意金三角。可就在 HTC 最风光的时候，陆学森辞职了。为什么？据说他2007年初到台湾的时候，被满街机车排出的废气呛到了。他心想，这个小岛上有超过1400万辆机车，如果能把它们全部换成电动的，那不就是在改变世界吗？这个念头一种下去，就再也拔不掉了。他后来常说一句话，唯有疯狂到自以为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听起来很浪漫，对吧？但后来的事情证明，光靠疯狂是远远不够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陆学森离开 HTC 去创立 Gogoro 的那一年，恰好也是 HTC 开始走下坡的起点。2011年之后， HTC 被苹果和三星夹击，市值从300多亿美元一路蒸发到几十亿美元。而 Gogoro 在2022年上市后的股价走势，跟 HTC 当年几乎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都是台湾品牌，都曾经惊艳全球，都以为自己在改变世界，最后都是一路往下滑。有人开玩笑说，陆学森身上带着一种诅咒，他待过的公司都会经历高峰之后的自由落体。当然这是玩笑话，但这个巧合确实耐人寻味。也许问题不在运气，而在于台湾的新创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和市场现实的时候，始终找不到一条可持续的路。2011年，陆学森拉上老搭档泰勒，创立了 Gogoro， 中文名瑞能创意。他跑去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良简报他的构想，一套由智慧电池交换站加物联网加电动机车构成的新能源系统。半个小时后，尹衍良开口了，我很感动，我相信你真的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怎么帮你？陆学森说需要50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尹衍良当场承诺吃下4000万，剩下1000万由陆学森的前老板 HTC 董事长王雪红投资。台湾近10多年来最大规模也最受瞩目的新创公司就此成型。尹衍良年轻时爱飙车，他给陆学森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做买菜车，意思就是别做那种速度慢、续航短、欧巴桑骑去菜市场的廉价电动机车。接下来的4年，陆学森带着团队闷头苦干。他原本的构想并不是自己造车，
而是打造一套智慧电池交换平台，让传统车厂来采用。他一家一家拜访台湾的机车厂，三洋去了，光阳去了，山叶去了，全部吃了闭门羹。人家做油车做得好好的，谁要理你一个搞电池的外国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卷起袖子造车。他从各大国际企业挖来了一票猛将，前诺基亚的行销主管彭明义来了，出任产品长。在高盛当过执行董事的胡殿谦来了，出任财务长。连在诺基亚中国市场打过硬仗的程宗凯也来了，负责从零搭建销售和基建体系。当时的 Gogoro 总部里，陆学森在一张大长桌前开会，颇有亚瑟王和圆桌武士的气场。2015年1月 Gogoro 带着第一代 Smart Scooter 登上美国 CES 消费电子展，全场轰动 Forbes 说这是伟士牌和 iPhone 的结合体，车架用一体成型铝合金打造，零组件不是焊接的，而是用航太结构胶组装，表面用阳极氧化上色，永磁同步马达在铜线缠绕和水冷系统等环节做出划时代创新。 4.2 秒从零加速到时速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试过车的布洛克说速度像 125cc， 加速像 200cc， 这哪是买菜车，这根本是两轮跑车。同年6月底 Gogoro 在台湾正式开卖，那个夏天的台北街头，你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第一批骑上 Gogoro 的人眼神里是真的有光的，门市像苹果专卖店一样时尚，换电站像一排排绿色的未来方块矗立在便利商店旁，手机 App 可以远端控制车辆，你甚至可以用 App 查看你的电池电量和附近的换电站。在那个时刻，没有人会怀疑 Gogoro 就是台湾之光。总统蔡英文亲自视察 Gogoro， 留下了一句话：这里是让梦实现的地方。国发基金投了10亿台币入股，背后出资者还包括新加坡淡马锡基金、美国前副总统高尔的永续能源基金、法国能源巨擘 ENGIE 集团、日本住友商事，全球顶级资本排队捧场。但第一代 Gogoro 有个致命问题，太贵了，光物料成本就16万台币，这还不含开发成本，等于卖一台赔一台。有前高层透露，他们建议陆学森赶快打造一台便宜的车。陆学森大概花了半年才接受这个想法，盼命把第二代车打造出来。结果 Gogoro 2一炮而红，评价路线果然是正确的。但据说从那以后，陆学森就觉得台湾人不值得好东西，就只值得 CP 值高的东西。这种心态某种程度上埋下了日后一连串问题的种子。201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Gogoro 终于实现了当年被拒于门外的梦想，拉到了雅马哈、山叶还有宏佳腾和 PGO 组成电动车联盟，后三者开始生产采用 Gogoro 换电系统的机车。这个被称为 PBGN 的联盟意味着 Gogoro 不再只是一家车厂，而真正成为了一个能源平台。同一年，光阳也杀进电动车市场，台湾的电动机车战争正式开打。Gogoro 和光阳隔周轮流开记者会互怼，打得火花四射。但 Gogoro 手里有先行者优势，加上政府补助加持，销量一路飙升。2019年 Gogoro 迎来巅峰，那年12月挂牌市占率冲上 21%， 超越三洋和山叶，全年销量突破14万辆。政府3层补助叠上去，环保署补助、经济部补助、地方政府再补助，买 Gogoro 的价格跟买一台差不多等级的油车几乎一样。消费者心想，差不多的价钱可以买一台又帅又环保的电动车，何乐而不为？那一年 Gogoro 甚至在台北桥办了大规模的电动车快闪骑行，创下金氏世界纪录。整座桥上全是 Gogoro 的绿色电池灯光，画面壮观到让人起鸡皮疙瘩。但补助就像兴奋剂，吃的时候嗨翻天，停药的时候痛不欲生。2019年底，传统车行群起抗议，说政府只补助电动车，不补助油车，全台将近2万家传统机车行的生计怎么办？结果政治力量介入了，选举前各方角力，最后环保署决议把汰旧换新的补助延伸到7燃油机车，等于油车和电车享受同样的补助待遇。这一刀砍下去， Gogoro 最大的竞争优势瞬间消失。你想想，以前消费者因为补助把价差抹平才选择电动车，现在补助一视同仁了，为什么不选更便宜更方便的油车？更讽刺的是，
那些传统车行原本靠修车过活，结果政府鼓励大家汰换旧车买新车，修车的生意反而更差了。政策的反复无常，最后是所有人都受伤。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Gogoro 要一飞冲天的时候，2020年迎面撞上了一堵墙。那一年电动机车补助大幅缩水，工业局的补助从1万降到7000，环保署更直接取消了新购电动机车的3000元补助，只保留汰旧换新。补助一少，油车跟电车的价差立刻拉开，消费者一算账，不含电池的 Gogoro 裸车价居然比同级的光阳油车还贵，而且油车没有月租费的负担。更惨的是，那一年油价暴跌，加一次油不到100块就能骑好几天。同时 Gogoro 的电池月租费没有降，该缴多少还是多少，你猜消费者怎么选？ Gogoro 的销量跟2019年的高峰相比直接腰斩。面对这个惨状，产品长彭明义跑去论坛上说，年轻人可能不再买车了，现在可以用 Waymo 和 GoShare 等共享交通工具。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尴尬的事实， GoShare 是 Gogoro 自己的共享机车服务啊，你自己推出的共享服务在侵蚀自己的电动机车销量，然后你说是时代的趋势，这是左手打右手啊。更让人想不透的是，就在销量暴跌的2020年 Gogoro 不但没有降价，反而还涨价了，主力车款涨了1180元，业界人士都看傻了，你是卖能源系统的公司，不是卖精品包的奢侈品牌，降价扩大用户才是正道，特斯拉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人家每年都在降，越卖越便宜，用户越来越多，生态圈越来越大。 Gogoro 呢，反向操作，坚持高价，用户越来越少，恶性循环。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 Gogoro 最核心的矛盾，他想当苹果那样的精品科技公司，但他面对的是台湾机车市场的现实。在台湾，机车不是奢侈品，是每天上班上学买菜接小孩的生活必需品。你把它当 iPhone 来卖，消费者会把你当盘子来看。裂缝就这样在2020年开始加速扩大，而且不是一条，是好几条同时裂开。第一条致命裂缝，你不是在买一台车，你是在订阅一台车。 Gogoro 的商业模式跟传统机车完全不同，光阳卖车就是卖车，一手交钱一手交车，赚的是车的利润。但 Gogoro 的核心逻辑是卖生态系统，车只是入口，真正的获利来源是每个月的电池月租费，你每个月要缴几百块才能去换电站换电池，不骑照付，车坏了送修照付，出国3个月照付。电池不是你的，是 Gogoro 的，你只是租它。一开始听起来很美好，电池很贵吗？分摊成本多聪明。但日子一久，问题就浮现了。有人一个月只骑2-3次，月租费照缴399元。有人的车坏了，放在维修站超过1个月，月租费照缴。有人根本不想骑了，想卖车，结果发现要先处理电池合约，否则电池放太久，过度放电坏掉了，一颗要赔2.5万元。有人甚至不知道长时间不骑要办暂停合约，结果备用电池也放到没电，道路救援一次就是1500到2500元的出勤费加备用电池费。车主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车的主人，而是被月租费绑架的人质。更令人崩溃的是后来的资费调整。2024年 Gogoro 推出了一个叫零月租的方案，宣传骑多少付多少，听起来完美对吧？仔细一看，要先缴一笔最高9000元的设定费，每2年重缴一次。官方解释这笔钱用来支撑能源网络营运。车主们算了一下，等于一次收骑24个月，每月375元的月费。什么骑多少付多少付多少，这叫换个名字收钱吧。各大社群瞬间炸锅。更早之前 Gogoro 还因为严抓骑到饱方案的外送使用行为引发批评，很多外送员选择 Gogoro 就是因为吃到饱划算，结果 Gogoro 反手就锁，说你用商业用途违反规定。陆学森还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傻眼的话，在台湾1个月收299元都被骂，但付 Spotify 听歌也要200多元。 Gogoro 可以骑车跟换电耶，陆先生 Spotify 不骑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第二条裂缝更加致命，电池会断电，而且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突然断电。2023年11月开始， Gogoro 车主社团脸书上突然爆发了一场被车主们称为电池瘟疫的灾难。
大量车主回报骑到一半突然断电，症状是这样的，仪表板都还亮着，时速表也在显示，但车子就是瞬间失去动力。想象一下，你在快车道上骑着50-60公里的时速，后面跟着一台大货车，然后你的车突然停了，那种感觉不是恐惧，是绝望。有一位车主在网络上分享他的经历，他是一个工程师，当初相信 Gogoro 的美梦加入了，结果车子先是链条坏掉换新，然后水泵损坏几乎没动力，他家住很远，花了2000元叫道路救援。最可怕的是行进间无动力，他当时背着不到1岁的女儿在高速道路上，后来又一次停等红灯时断电，后面载着老婆和刚满1岁的女儿，他发函给消保官，考虑集体诉讼。车主们开始自救互助，有人在换到问题电池后，用签字笔在电池上写断电2个字，提醒下一个人。有人开设了回报表单记录断电情形和异常换电站，光是11月就统计了79笔断电回报，后来累积到超过522笔。还有车主整理出电池断电时的应急处理方法，比如把2颗电池取出后交换位置重新插入，或者把电池提起来重新放回去，多试几次。但车主们自己也说了，这只是暂时性的解法，而且不一定有效。你在路上突然断电的时候，后面车子按喇叭哔哔哔，你蹲在路边拔电池插电池，像不像在修一台故障的印表机？只不过印表机坏了不会死人，车子在路上断电是会出人命的。到了2024年初，立委邱显智把这件事搬上国会开记者会，指出自2022年底起就频繁出现电池品质不稳和蓄电量不足的问题，交通部也高度关注。这个事件让 Gogoro 的品牌信任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你可以接受车子比较贵，可以接受月租费有点坑，但你不能接受车子在路上随时可能变成一台不会动的铁块。安全是底线中的底线，一旦这条线被突破了，消费者的信心就很难再回来了。Gogoro 承认他们有130万颗电池在流通，分为3代。36% 是2015和2017年推出的第1代和第2代电池，问题主要出在这些老电池身上。但车主们的疑问很直接，你知道这些电池有问题，为什么还让他们在换电站里流通？为什么是我们用生命帮你测试哪颗电池会出事？更让人气愤的是 Gogoro 的电池服务合约里有一条免责条款，写着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外，瑞能新动力对电池服务不负损害赔偿责任。律师看了都摇头，说这种免责范围不明确的条款如果明显不公平，法院可能认定无效。但对那些在路上差点出事的车主来说，法律条文能治好他们心里的恐惧吗？第3条裂缝，维修服务是一场灾难，保养要预约，排队排很久，维修又贵又慢。有车主反映故障，车送进去放在店家超过1个月没修好，打电话去吵才处理。道路救援光基本费用就要1500到2500元，还不含可能的零件费。有车主在网络上说，我光是连到日常维修保养要预约就足以劝退我了。对比传统油车行，骑到门口就修，师傅半小时搞定，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家机车行吗？将近2万家，你家楼下可能就有1家，骑过去2分钟，师傅看一眼就知道什么问题，修好了收你几百块。油车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但 Gogoro 呢？全台湾的服务据点加起来也就100多个，你要先上网预约，然后骑去排队，然后等技师检查，然后等零件，然后等维修。如果问题比较复杂，恭喜你，你的车要住院了。住院期间你没车骑，但月租费照缴。更离谱的是，2019年销量爆发之后，车主数量暴增，但 Gogoro 的维修体系根本跟不上。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餐厅，疯狂打广告把客人都拉进来了，结果厨房只有2个厨师，客人等到翻桌子，你还在后面手忙脚乱。而且 Gogoro 的维修不是传统机车行那种手艺活，它是高度依赖电脑诊断的科技车。你把车送去传统机车行，师傅摇摇头说，我不会修这个。Gogoro 等于把整个维修生态锁死在自己手上，然后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这些需求。消费者在购车之前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点，但一旦车子出了问题，这个痛感是非常直接的。第4条裂缝，产品策略严重失焦。
Gogoro 砸大钱研发16万的梦幻车款，结果在一个阿嬷和学生撑起半边天的市场里，被光阳5万块的买菜车超越。年轻人也宁愿买便宜好修的车款。Gogoro 卖最好的车是什么？6万有找的 Viva Basic， 100万网红 Cheap， 讲得很直白，高层把自己当爱马仕，无视台湾市场喜欢便宜俗购大碗的现实。更离谱的是2020年市场已经在衰退了， Gogoro 不但没降价还涨了，主力车款涨了1180元。跟特斯拉一样卖生态系的公司理应随着规模扩大持续降价才对， Gogoro 却反其道而行。然后在这些裂缝逐渐扩大的同时，一颗核弹级丑闻炸开了。2024年中，有人告发 Gogoro 的 Viva 车款使用中国制的马达控制器，怀疑是向广达的中国上海工厂下单购买，再透过台湾协力厂商组装成动力系统，请台湾广达开发票和货单，最后出货给 Gogoro 进行整机组装。换句话说，就是洗产地，拿着中国零件做的车去领台湾政府的电动机车补助。 Viva 系列累计卖了超过4万辆，按照每辆7000到2万元的补助计算， Gogoro 领走了超过6亿元的政府补助金。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尤其敏感，台湾社会对于中国制造的东西本来就有复杂的情绪，你一个打着台湾之光旗号的公司，背地里用大陆零件然后领台湾纳税人的钱，这不是打脸吗？法务部调查局收到告发后展开调查，经济部后来召开审议会，结论是尚无足够证据推论违规，但指出瑞能公司的文件刊载有误，要求有条件补救，提供 6.3 万辆电动车免费检修，加300元折扣金，加延长1年保固。 Gogoro 也赶紧对外表示 Viva 的国产化比率为 88.96%， 但不管官方怎么说，消费者心里的疑虑已经种下去了。据报道，在风波过后， Gogoro 内部已下达中国制造零组件禁用令，希望一劳永逸。但信任这种东西，失去容易重建难。洗产地风波爆发后仅仅9天，2024年9月13日，陆学森无预警辞去董事长兼执行长职务，即刻生效，整个产业界都炸了。这个被称为台湾贾伯斯的男人就这样走了，而且在他走之前， Gogoro 的高层已经走了一大片，首席产品长彭明义走了，利润长走了，稽核长走了，财务主管也走了。天下杂志那句标题至今让人心寒，人都走光了， Gogoro 怎么了？更晚的时候，前人资主管在网络发表长文，回忆在 Gogoro 的经历。他形容陆学森的伴侣在公司里扮演东厂角色。在更早之前，被称为首席马达大师的林松庆，也因为跟陆学森在产品策略上的根本分歧而出走创业。结果 Gogoro 动用民事和刑事2个管道追杀，控告营业秘密侵害和竞业禁止违反，假扣押冻结对方的募资金。法院最后判 Gogoro 败诉，认定竞业条款没有明定补偿措施。整个事件直到陆学森离开后才在润泰主导下和解。一家公司的创办人和首席技术大师闹到法院相见，这本身就说明了内部治理有多混乱。但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陆学森离开之后的剧情。2025年底，民报独家报道，陆学森积欠兆丰银行超过462万美元，折合约新台币 1.5 亿元的贷款本息，而当初帮他担保的正是那个半小时就决定投4000万美元，说相信你能改变世界的润泰集团总裁尹衍良。贷款到期，陆学森没还钱，银行通知尹衍良，尹衍良被迫代偿全部债务，然后一怒之下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递交了64页的跨境取证声请状，全球追讨。而陆学森本人据报道下落不明，维基百科上的条目至今写注目前与前公司秘书兼女友卷款脱逃，行方不明，被尹衍良全球追讨中。你能想象吗？当年说不要做买菜车的尹衍良，如今要在法院追着那个他曾经深信不疑的年轻人讨债，从半小时就掏出4000万美元的感动，到64页跨境声请状的愤怒，这个反差比任何8点档都精彩。而最让人唏嘘的是，尹衍良后来不只是追债而已，在陆学森离开后，是润泰集团继续为 Gogoro注资16亿台币续命，
是尹衍梁的人马进入经营层接手这个烂摊子。某种程度上，尹衍梁对 Gogoro 的爱和恨，就是整个台湾社会对这家公司情感的缩影。我们恨他，让我们失望，但我们心底还是希望他能好起来。因为如果连 Gogoro 都救不活，台湾的电动机车梦还能靠谁？说完了人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数字，因为数字不会说谎。2022年4月 Gogoro 风光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GG2， 这是台湾首家赴美上市的独角兽，也是睽违16年再次登上纳斯达克的台湾科技品牌。上市首日股价 14.02 美元，盘中最高冲到 17.59 美元，市值达到 41.6 亿美元。纽约时代广场的大荧幕上出现了 Gogoro 的经典大头灯和绿色电池，那一刻陆学森站在台上敲钟，仿佛全世界都在为他鼓掌。但光环的背后，问题已经藏不住了。 Gogoro 选择的上市方式不是传统的 IPO， 而是通过 SPAC 借壳上市。这种方式更快更省事，但也意味着少了传统 IPO 那一轮严格的投资人尽职调查。上市之后，美国的投资人和机构很快发现，他们搞不太懂 Gogoro 到底在卖什么。电动机车，美国人不骑机车啊，电池交换，听起来很酷，但市场在哪里？台湾，那个太平洋上的小岛，有多大的成长空间？这些问题问出来，投资人就开始用脚投票了。然后股价开始了一场看不到底的自由落体，17美元、10美元、5美元、3美元、1美元。2024年9月，陆学森辞职前后直接跌破1美元。到了2025年3月，股价跌破 0.4 美元，一度探底 0.37 美元的历史低点，从最高 17.59 美元到不足 0.4 美元，跌幅超过 96%。市值从超过41亿美元缩水到不足1亿美元，41亿变不到1亿，这不是腰斩，这是连脚踝都不剩了。网络上有一个很经典的留言，一个投资人说，美国人很笨，但美国的投资人很聪明。股票不一定正确反映业绩，但美国股票被迫下市一定反映业绩不好。还有人更尖锐地说，当初借壳上市的目的现在看起来不是为了帮公司募资拓展业务，更像是为了让上市前的大股东解套换现金。你看看大股东名单，再看看股价走势，当初高点的时候谁在卖？现在地板价了，谁还愿意补？纳斯达克规定股价不能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否则会收到警告函。Gogoro 收到了有180天的宽限期，要把股价拉回1美元以上，结果没做到。他们申请从纳斯达克最顶级的全球精选市场转板到基础等级的资本市场，又获得了额外180天的缓冲。后来还搞了一个20合1的反向股票分割，就是把20股并成1股，硬把账面上的股价乘以20，但市场的人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反向分割短期能拉高股价，长期只会让投资人更没信心。更残酷的现实是， Gogoro 每年光在美国挂牌的行政和法遵费用就高达800万美元，大约 2.5 亿台币。对一家还在烧钱亏损的公司来说，这笔钱就是在伤口上撒盐。所以到了2025年中， Gogoro 已经开始规划自美股下市，考虑回台湾重新挂牌。法人私下说了一句让人五味杂陈的话，下市不是危机，看起来反而是转机。翻开财报更是触目惊心，2024年全年营收 3.1 亿美元，比前一年下滑 11%， 净亏损从2023年的7600万美元扩大到 1.232 亿美元，5年累计亏损超过100亿台币。一家公司烧了这么多钱，市占率却始终无法突破 10%。在台湾这样一个机车密度全球最高的国家，发展超过10年得到这样的结果，说不是警讯，那才是自欺欺人。那 Gogoro 到底做错了什么？让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复盘。首先，定价策略完全脱离台湾市场的现实。台湾人买机车追求的是便宜、好用、好修， Gogoro 却一直想把自己打造成精品，结果精品没人买，真正卖得动的是最便宜的入门款，而且在补助缩水、油价又便宜的环境下，不降价反而涨价，这是什么逻辑？其次，死守换电系统，不开放充电选项。你可以说换电模式很先进很方便，但实际上它把车主锁死在 Gogoro 的生态圈里，电池品质你控制不了，
月租费你逃不掉，换电站不够密你只能祈祷，你说这叫方便？第三，品质管控出了大问题，电池会断电这件事不是偶发事件，是系统性问题，500多笔回报不是小数字。而 Gogoro 的处理方式是成立专案小组，然后躲在免责条款后面，这让车主怎么信任你？第四，内部治理一塌糊涂，高层走了一整圈，核心技术人才被告到出走，创办人辞职后欠债失联，你再怎么会设计车，管理跟不上就是一场灾难。第五，也是最根本的，台湾市场太小，而海外扩张太慢。Gogoro 的商业模式需要庞大的用户基数才能实现规模效应和盈利，但台湾就这么大，而海外市场迟迟打不开。美国人和欧洲人不骑机车，东南亚有需求，但基建和消费力都不够。直到2026年，越南市场才终于要推出专属车款，但这已经是公司成立15年后的事了。有学者甚至质疑 Gogoro 的商业模式从根本上就无法被规模化。它的前身是以色列的 Better Place， 2007年成立，一样做电动车换电系统，一样月租电池，一样烧大钱铺设换电站。Better Place 甚至拉到了雷诺日产合作开发车辆，还找来了前 SAP 高管当 CEO， 听起来比 Gogoro 的起点还要好，对吧？结果呢，烧光8亿美元后，在2013年宣布破产清算。投资人当年就问过陆学森，你跟 Better Place 有什么不同？陆学森的回答是 Gogoro 做的是2轮不是4轮，机车比汽车便宜得多，换电站也更小更灵活。这个差异化论述确实有道理，但核心的商业逻辑其实没有变，你还是需要先烧一大笔钱铺基建，然后祈祷用户量能快速达到损益2平点。如果用户增长不够快，你就会被固定成本活活拖死。而 Gogoro 面临的另一个结构性困境是所谓的鸡生蛋，蛋生鸡问题。换电站不够多，消费者不敢买车，消费者不够多，建换电站不划算。在台湾这个小市场里， Gogoro 花了10年铺了近2700座换电站，投入超过140万颗电池，但市占率依然只有 6% 到 8%。 如果要把这套模式搬到越南或印度，那需要的资金和时间会是台湾的好几倍。谁来出这笔钱？亏损中的 Gogoro 吗？还是那个已经被气到跨海追债的尹衍良？更麻烦的是，电动机车的使用习惯跟电子产品完全不同。iPhone 你可能2-3年就换一台，但机车很少人骑，2-3年就汰换。这意味着 Gogoro 的车越卖越多，路上跑的车越来越多，但新车销售却会逐渐放缓。于是 Gogoro 面对的就是越来越庞大的维修保养需求和越来越老化的电池群。这笔账算下来，你就知道为什么5年能亏超过100亿了。来到2026年， Gogoro 的故事进入了新篇章。润泰集团全面接手后，推派法务长曾达梦当董事长，原台湾总经理江家伟出任执行长。江家伟是个务实的人，大股东都称赞他，说对比梦想家陆学森，江家伟很务实。他上任后很砍成本，2025年全年营运现金流达到3110万美元，创近2年新高。调整后 EBITDA 攀升到5990万美元的历史高点，净亏损收敛到8080万美元，数字确实在好转。2026年初，他宣布了一连串新策略，推出针对女性和家庭客群的新车款。第一代电池全面退役，全新轻量化换电站 GoStation Q 年底登场，所需面积只有现有站点的1/3，用现成的220伏特电力就能建制。越南专属车款第4季推出，他还推出离峰时段骑到宝的新资费方案，每月最低488元起。他甚至大气邀约其他电动车业者一起出海，要让电动机车成为另一个创造外汇的产业。听起来充满希望，也许吧，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个曾经让整个台湾为之疯狂的 Gogoro 神话已经碎了。2025年第一季，台湾电动机车挂牌数仅7576辆，比前一年同期暴跌 64%。 Gogoro 销量从前一年同期的1万多辆腰斩到4600多辆。政府补助油车电车一视同仁之后，大部分消费者毫不犹豫地选了更便宜更熟悉的77燃油车。光阳的董事长柯胜峰看着这一切，感叹说 Gogoro 引发的负面印象已经难以挽回。但他也精明地补充道，这些负面新闻跟光阳电动车品牌 Shawnx 完全没有关系。他说的没错，
网络上对电动机车的正面和负面评价几乎都停留在 Gogoro 身上，光阳的 IONIQ 连被波及都没有。柯胜峰的野心很明确，他不只想抢下电动机车的龙头，更想在 Gogoro 留下的废墟上重新定义整个产业。他甚至放话说 Gogoro 就算什么事都不做，至少还可以再经营2年。这话听起来像是安慰，但细想之下，2年是极限，这件事本身就够吓人了。而在补助政策这一块 ，Gogoro 其实一直是最大的受害者。2019年之前，政府大力补助电动车，消费者买电车的价格和油车差不多。那时候 Gogoro 销量自然好，但从2020年开始，传统油车业者施压，声称全台2万家机车行的生计受到威胁。政府转向环境部，将77燃油机车也纳入汰旧换新补助范围，等于让油车和电车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问题是，油车的起跑线本来就比电车前面几十公尺，油车不用，月租费不用找，换电站不用预约维修，价格还更低。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电车根本打不过油车。Gogoro 的整个商业模式就是建立在政策补助的基础上，一旦补助减少，或者油车也有补助，整个逻辑就崩塌了。那些曾经为 Gogoro 心动过的车主们，在网络上留下了一条条让人心酸的评论。有人说，我一开始想买 Gogoro， 但看了月租费和维修费后，买了光阳的买菜车。有人说送我都不骑。有人说骑5年了，电池续航力每况愈下，寒流来袭更是悲剧。有人说不常骑去租 GoShare 就好。有人放到电池坏掉一颗要赔 2.5 万。最让人感慨的一条是 Gogoro 一手好牌打到输光。也许 Gogoro 的故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不是关于电动车，而是关于梦想和现实之间那条永远存在的鸿沟。你可以有改变世界的野心，但如果你连车都修不好，电池都管不住，月租费都降不下来，客户都留不住，那这个改变世界的梦就只是一场昂贵的幻觉。Gogoro 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忘记了把脚下的路铺好，而那些曾经相信这个故事的车主们，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相信了一个美好的承诺，然后这个承诺辜负了他们。多年以后回头看， Gogoro 可能会成为台湾新创史上最经典的案例教材，不是因为它成功了，而是因为它完美地示范了一家拥有顶尖技术和远大愿景的公司如何因为定价失策加品质失控加管理失序加扩张失速，把一手绝世好牌打到稀烂。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 Gogoro 的贡献。在它出现之前，台湾的电动机车就是欧巴桑骑去菜市场的买菜车，速度慢的可以让路边的野狗超车。是 Gogoro 证明了电动机车可以快，可以帅，可以有科技感。是 Gogoro 在全台湾铺了将近2700座换电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电池交换基础设施。是 Gogoro 让光阳和三阳这些传统大厂也开始认真做电动车。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算 Gogoro 最后倒了，它留下的基建和市场教育对台湾电动机车产业的发展还是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问题是，这个价值是用超过100亿台币的亏损，用无数车主的信任和血汗钱，用银眼良1.5亿的冤枉债买来的，代价太高了。有人说 Gogoro 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补助政策的反复无常，传统车厂的围堵打压，消费者保守的心态。但说实话，外部环境对每家公司都一样，光阳也面对补助缩水，三阳也面对市场萎缩，但人家至少没有亏100亿，没有创办人跑路，没有电池在路上断电差点出人命。 Gogoro 的问题终究是自己的问题，一个不愿面对市场现实的创办人，一套烧钱速度远超获利能力的商业模式，一种把车主当订阅用户而非车辆主人的思维，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一场完美的崩塌。故事还没结束， Gogoro 还活着，新团队还在努力，江家伟带着务实的态度在一步步收拾残局。也许有一天 Gogoro 真的能找到盈利的路径，也许越南市场能打开新的成长空间，也许那个全新的轻量化换电站 GoStation Q 能让海外扩张的成本大幅下降。但那个曾经让你骑在路上觉得自己在改变世界的黄金年代，大概是真的回不去了。好了，这就是 Gogoro 机车神话崩塌的完整内幕。最后我想说一件事，在准备这期内容的过程中，
我翻了大量的车主评论和社群讨论，有一条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车主说，我不是讨厌电动车，我其实很喜欢 Gogoro 的骑乘感受，加速很顺，又安静又环保。但是当我的车第3次在路上断电，当我第2次因为维修等了超过2周，当我算出来5年的月租费加维修费比直接买一台油车还贵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再爱下去了。这段话道出了无数 Gogoro 车主的心声，他们不是在嫌弃电动车，他们嫌弃的是一家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公司。他们愿意为环保多付一点钱，愿意为科技多忍受一些不便，但他们的底线是安全和尊重。当一家公司连这2件最基本的事都做不到的时候，再酷炫的设计，再漂亮的愿景都没有意义。希望 Gogoro 的新团队能听到这些声音，不要再讲改变世界了，先把车修好，把电池管好，把车主照顾好，做到这3件事，信任自然会回来。做不到的话，再多的联名款，再多的促销活动，都只是在粉饰太平。